一个篾匠父亲去世后，只给儿子留下一把看似破旧不堪的竹椅。本以为这就是个普通物件，可谁能想到，2年后这把椅子居然传出诡异的咳嗽声。锯开一看，里面藏着的东西直接让儿子当场傻眼。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呢？我叫小峰，今年29岁，在繁华都市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做程序员。每天的生活就像上了发条的机器，挤着人山人海的地铁，在公司里对着电脑屏幕疯狂敲代码。为了那点可怜的绩效和奖金，常常加班到深夜，外卖成了家常便饭。2年前，我爸走了。我爸是个篾匠，在我们那座位于高雄山区的小镇上，他就像一个孤独的守望者，坚守着这门古老又冷清的手艺。我对他的感情，那真是复杂的像一团乱麻。在我的童年记忆里，父亲这个角色就像一个模糊的影子，几乎没有留下多少温情的片段。我印象中的他总是静静地坐在院子的一角，身上沾满了细碎的竹屑，沉默寡言的像一块沉默的石头。他的那双手粗糙得像老树皮，手指上布满了被竹篾划破后愈合留下的疤痕。那双手仿佛有神奇的魔力，能把一根根粗硬的毛竹变成精巧绝伦的竹篮、竹筛，甚至还能编出活灵活现的竹编小动物。可就是这么一双巧手，却从未温柔地牵过我。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因为受不了山里的贫苦日子离开了我们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只能跟着我爸生活。可拉扯大这个词，在我爸这里，似乎仅仅意味着让我吃饱穿暖，有地方睡觉。他从来没辅导过我的作业，学校开家长会的时候，他的身影从未出现过，更别提我在外面被人欺负了。他从来都没有站出来为我撑过腰。他留给我的只有一张简陋的床，一口勉强能填饱肚子的饭，还有满屋子弥漫着的竹子那清苦的味道。我心里对他充满了怨恨。我拼命地读书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逃离这个让我窒息的小镇，逃离这个冷漠的父亲和他那些在我看来毫无价值的手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我考上了城里的大学，毕业后也顺利留在了城里。从那以后，我几乎很少回家。我爸去世的消息是我堂哥打来的电话告诉我的。我向公司请了丧假，回到了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小院。院子里，我爸编了一半的竹器还静静地摆在那里，上面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，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丧事办得十分简单，我爸这个性格孤僻的手艺人，朋友少得可怜。办完丧事就开始宣读遗嘱，遗嘱是镇上的张律师念的。我那贪婪的堂哥，我爸唯一的侄子，早早的就搬了个小板凳，坐在最前面，眼睛里闪烁着贪婪的光芒，就像一只饿狼盯着猎物。经当事人陈大山，也就是小峰的父亲，生前亲笔所立，其名下财产分割如下。张律师清了清嗓子，开始宣读。我堂哥的呼吸瞬间变得粗重起来，脸上满是期待。其名下老宅1栋，田地3亩，银行存款6万8千元。我有点惊讶，没想到我爸还有这么多存款。要知道，在我们镇上，他这门手艺一个月能赚2000块都算不错了。以上全部由其侄陈大勇，也就是小峰的堂哥继承。堂哥噌地一下站了起来，脸涨得通红，那模样不是生气，而是激动得难以自持。谢天谢地，我就知道我输。他话还没说完，看到张律师的眼神，赶紧又坐下了，但那得意劲儿根本藏都藏不住。我愣住了，倒不是在乎那点钱，而是这遗嘱的内容让我心里五味杂陈。我好歹是他的亲儿子啊！就在我发愣的时候，堂哥突然又开口了。他那双小眼睛滴溜溜地转着，对张律师说：“张律师，我叔别的没了，他那屋里还有些老物件呢。我爸唯一的老物件就是他自己做的那些竹编家具。”张律师推了推眼镜，翻到下一页，用一种平淡的像白开水一样的语调念道：“令其子小峰继承其父亲手所制竹椅1把。”噗嗤，堂哥没忍住，当场笑出了声。他那张胖脸上的褶子都挤在了一起，
看着我说：“小峰啊，你爸可真疼你，哈哈哈哈！一把破椅子，他天天坐的那玩意儿，怕是都包浆了。”周围传来一阵零星的窃笑声，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，血嗡的一下全涌到了头上。这不是悲伤，而是一种屈辱，就像被最亲的人当众扇了一巴掌，火辣辣的疼。我爸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是在告诉我，我这个儿子在他心里就只值一把破椅子吗？我死死地盯着张律师，他回递给我一个同情的眼神，轻声说：“小峰啊。”堂哥故作姿态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别难过，你爸这人，他一辈子都钻在竹子眼里，脑子不清楚。你看这房子和钱不还是在我这儿吗？你是我亲堂弟，以后回来，堂哥家就是你家。”我甩开他的手，一言不发地走进我爸那间昏暗的卧室。卧室里还是那股熟悉的混合着陈年竹屑和霉味的气息。那把竹椅就放在窗边，它看上去平平无奇，甚至有些丑陋。通体是用一种暗沉的近乎黑色的竹子做的，扶手和靠背被磨得光滑发亮。这是我爸唯一给自己做的家具，他每天收工后就喜欢瘫在上面，一言不发地看着窗外发呆。我走过去，一脚踹在竹椅的腿上，砰的一声，竹椅纹丝未动，反倒是我的脚被震得生疼。这椅子怎么这么重？我忍着怒火弯腰去搬它，入手冰凉，而且沉得吓人，完全不像竹制品，倒像是一把铁疙瘩。小峰，你干啥？堂哥在门口探头探脑，想打我那遗产的主意。我咬着牙，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关你什么事？我几乎是使出了吃奶的劲儿，才把这把椅子拖出了门。在所有人像看怪物一样的目光中，我叫了辆货拉拉，把这把可笑的遗嘱运回了我在城里的出租屋。我没要老宅的任何东西，除了这把椅子。我不是留恋，我是想每天看着它，提醒自己，我那个沉默的像木头一样的父亲，到死都没把我当回事。这把来自深山的竹椅和我那间充满现代简约风格的出租屋格格不入。我把它扔在阳台上，用来堆放快递盒子和没来得及扔的垃圾。我继续过着我那所谓的都市精英生活，每天加班到深夜，在酒桌上被客户灌得七荤八素，为了那一点点可怜的奖金，把方案改了一遍又一遍，生活累得像条狗。但好在我逃离了那个让我窒息的小镇。时间一晃2年过去了，这2年里，我的事业不温不火，可身体却先亮起了红灯。我开始咳嗽，起初只是干咳，喉咙发痒，我以为是城市空气不好，没太在意。但渐渐的，咳嗽越来越严重，有时候半夜会咳醒，胸口发闷，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。我去医院检查 ，X 光、CT 全做了一遍。医生拿着片子皱着眉头问我：“你家里是不是有人有肺部方面的问题？”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爷爷、我爸好像都有咳嗽的毛病，我爸尤其严重。我小时候，他总是在清晨咳得惊天动地，仿佛要把肺都咳出来。你这是家族遗传性肺病，俗称肺痨根，再加上你生活不规律，熬夜压力大，提前诱发了，不好好养着，以后麻烦大了。医生的诊断如同一盆冷水，把我从城市精英的幻梦中浇醒。我开始吃药，中药、西药，一大把一大把的吞，但效果甚微。我的咳嗽依旧时好时坏。就在我焦头烂额的时候，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打了进来。喂，小峰啊，猜猜我是谁？是2年没联系的堂哥。我正咳得难受，没好气地问：“有事吗？”哎呀，你这孩子怎么跟堂哥说话呢？是这样啊，堂哥最近手头有点紧，他搓着手的声音，我隔着电话都能想象出来。我没钱，我冷冷地说：“几不是，不是借钱。”他急忙说道：“是这样，我听人说你爸留给你的那把破椅子，哎，不是，那把竹椅好像是用了什么好料子，你看看，你放你那儿也没用，你开个价卖给堂哥怎么样？”我愣住了，堂哥是什么人？无利不起早的势利眼，
他会花钱买一把破椅子，我几乎是本能的拒绝了，不卖。哎，小峰，你别急着挂，我出500，不，800块钱一把竹椅子，你上哪儿找这好事去？我说了不卖，1000。小峰，你别不识好歹，你爸欠我的，他当年学手艺的钱是我出的，他那本破书本来就该是我的。那椅子，他好像说漏了嘴，急忙打住。什么书？我敏锐地抓住了这个词。没什么，就是一本破竹编图册。小峰，你好好考虑一下，1000块不行，我再加200。我挂了电话，心里却翻江倒海。堂哥的反应太不正常了，他那种贪婪的人，如果不是知道什么内情，绝不可能花1000多块买一把破椅子。他提到了书，我爸是有一本常年带在身边的手札，封面是竹片做的，上面用毛笔写着几个字，但我从没看清过。难道那把椅子和那本书有什么秘密？我走到阳台，那把竹椅被快递盒子半埋着，沾满了灰尘。我把杂物清理掉。2年了，风吹日晒，这把椅子竟然一点没变，没有开裂，没有褪色，那暗沉的黑色反而在灰尘下透着一种幽光。我用抹布擦拭它，入手依旧是那种冰凉和沉重。我忽然发现一个细节，这2年阳台上的花花草草死了不少，唯独这把椅子周围连一只小飞虫都看不到。而且我凑近闻了闻，一股极其清淡的类似草药的香气从竹椅的缝隙里散发出来，不是竹子本身的清香，而是一种更沉更复杂的味道。我皱起眉头，这2年的风吹日晒非但没有让它腐朽，反而让它散发出了一种奇异的香味儿。堂哥的电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平静或者说麻木的生活。我对那把椅子的感情从怨恨的象征开始转变为一个未解的谜团。我把椅子搬进了客厅，就放在沙发旁边。起初我还是不待见它，它太硬太冷，坐上去远没有我那个人体工学沙发舒服。但我的咳嗽越来越重了，尤其是在深秋，城市里暖气还没来，屋里阴冷潮湿，我的肺像是破了个洞的风箱，整晚的咳。那天晚上，我又一次从剧烈的咳嗽中憋醒，我咳得喘不上气，胸口剧痛。我摸索着想去倒水，却一头栽倒在地，正好倒在了那把竹椅旁边。我没有力气爬起来，干脆就靠在了竹椅的腿上，冰凉的竹子贴着我的额头。就在这时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那股若有若无的草药香气仿佛被我的体温激活了，突然变得浓郁了起来。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香气，清冽中带着一丝微苦，像是雨后深山的薄雾。香气钻进我的鼻腔，顺着气管沉入我那火烧火燎的肺部，一阵难以言喻的清凉感瞬间压制住了喉头的瘙痒，我的咳嗽竟然奇迹般的平息了。我愣愣地靠在那里，过了足足有5分钟，那种令人窒息的咳嗽都没有再犯。我试探性地坐起身，爬到了竹椅上。我爸是按照他自己的身材做的这把椅子，我坐上去竟然严丝合缝，冰凉的竹面贴着我的后背，那股清香将我整个人包裹住。那一晚是我这2年来睡得最安稳的一觉，我没有咳嗽，甚至没有做梦。第2天醒来，我精神好了很多。我开始仔细研究这把椅子，我发现它根本不是用一根根竹篾编的，而是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实心的粗壮竹节，通过精妙的榫卯结构拼合而成的。竹子是深黑色的，我以前以为是上了漆，但现在我用小刀刮了一下扶手，发现里面竟然也是漆黑的。这是一种天生就是黑色的竹子，我叫它乌金竹。它异常坚硬，小刀划过只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白痕，而且它的竹节也异常粗大，尤其是2个扶手几乎有我小臂那么粗，而且是完全密封的。这根本不是普通篾匠的手艺，这更像是木匠的精细活。我爸一个编竹篮的，什么时候会做这种东西了？最诡异的是，我发现只要我坐在这把椅子上，我的咳嗽就会明显缓解。我索性把电脑搬了过来，就在这把椅子上办公。我的同事都笑我说我29岁活得像个89岁的老干部，我懒得解释，
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把椅子有多神奇。堂哥又打来了2次电话，一次比一次急躁，价格也抬到了3000。小峰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到底卖不卖？你爸那本竹药经是不是在你那里？他近乎咆哮道：什么竹药经？我不知道。你少装蒜，你爸那个老顽固，他把什么都留给你了，你守着那堆破烂有什么用？你连怎么用都不知道，那是在糟蹋东西。我就是烧了也不会给你。我冷冷地回了一句，挂断了电话。竹药经，我记住了这个名字。我开始在网上搜索乌金竹、竹药经能治咳嗽的信息，但搜索结果全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玄幻小说或者卖假药的广告，线索似乎又断了。而我对这把椅子的依赖却越来越深，我甚至觉得那股草药香气好像在慢慢渗进我的身体里。入冬了，我的病情在药物和椅子的双重作用下维持着一个微妙的平衡，直到我接到了一个加班任务，公司要竞标一个大项目。我作为主力程序员跟着团队连轴转了半个月，这半个月我几乎没沾过那把椅子。项目完成的那天，庆功宴上，我被老板和客户轮番灌酒，回到出租屋已经是凌晨3点，酒精疲惫加上半个月的消耗，彻底摧毁了我的防线。我刚关上门，一股腥甜就涌上了喉咙。我剧烈地咳嗽起来，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严重。我感觉我的肺都要被撕裂了。我咳得弯下了腰，眼前一阵阵发黑。我扶着墙想去摸我的药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就在这时，寂静的客厅里一个声音突兀地响了起来。那是一个极其轻微的干涩的咳嗽声，不是我的。我的咳嗽声是急促而沉重的，而这个声音是沙哑的、衰老的，仿佛是从陈年的木头里挤出来的。我猛地止住了咳嗽，浑身的血液都像冻住了一样。客厅里一片死寂，只有窗外的寒风发出呜呜的怪叫。可那个声音又响了一声。我循声望去，声音的来源赫然是那把静静立在角落里的乌金竹椅。我的酒意瞬间醒了一大半，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。谁？我色厉内荏地喊了一声，没有回应。我死死地盯着那把竹椅，它在昏暗的月光下像一个沉默的黑影，那2个粗大的扶手像2个黑洞。我忍不住又咳了2声，那把竹椅子竟然回了我一声，它在模仿我。不是模仿，它是在呼应我。我头皮都炸了，这太诡异了。2年了，它一直安安静静的，为什么偏偏是今天？我壮着胆子打开了手机的闪光灯，一步步挪过去。我绕着椅子走了2圈，敲了敲，摇了摇，它还是那把沉重的椅子，没什么不同。我不敢坐，我搬了个小板凳，就坐在它对面，盯着它。我咳，它也咳；我停下，它也停下。那种感觉就像是椅子里面藏着一个看不见的病入膏肓的老人，在用尽最后的力气回应着我的痛苦。可那明明是一把竹椅，是用竹节拼起来的，里面怎么可能藏人？难道是我爸？这个念头一冒出来，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我爸已经死了2年了，我一夜没睡，我就那么和一把会咳嗽的竹椅对峙到了天亮。天亮后，我的咳嗽缓解了，而那把竹椅也安静了。无论我怎么咳，它都不再发出任何声音，仿佛昨晚的一切都只是我高烧和酒精作用下的幻觉。但我知道不是，那声音太真实了。我盯着那2个粗大的完全密封的扶手，秘密一定在里面。我当场傻眼了，这个词才能形容我当时的表情。我决定锯开它。我不再管它是什么遗产，我只想知道这个每晚陪我咳嗽的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。我从物业借来了手锯，我选择了右边的扶手，昨晚的咳嗽声就是从这边传来的。我把椅子放倒，耶拉塔拉，手锯和乌金竹摩擦，发出了刺耳的声音。我再次被这竹子的硬度震惊了，我使出了全身的力气，锯了足足半个小时，才在扶手中间切开了一个小口。那股草药的香气瞬间浓郁了10倍，
我精神一振，加快了速度。咔嚓，扶手被我整个锯断了。我把断开的竹节拿起来往地上倒，哗啦啦，首先滚出来的是一些小指甲盖大小的漆黑的碎块。我捏起一块，是竹炭，质地非常密实。紧接着，一个用油纸包着的小包掉了出来，然后我看着竹节的横截面，当场就傻眼了。那粗大的空心的竹节内部竟然不是空的，里面长满了，或者说塞满了一层层、一片片如同干枯菌菇一样的东西。它们是白色的，带着诡异的纹路，层层叠叠，互相纠缠，看起来就像是人体的肺叶。那些干枯的肺叶上布满了细小的孔洞。昨晚的咳嗽声，我忽然明白了，是风箱效应。我昨晚的咳嗽震动了空气，空气从某些我没发现的微小气孔，也许是竹子天然的导管钻进扶手，又从另一些孔洞中被挤压出来，穿过这些层层叠叠的布满孔洞的干肺叶，发出了类似咳嗽的声音。而这些东西，它们为什么会长在里面？我颤抖着手打开了那个掉出来的油纸包，里面是一小撮暗黄色的药粉和一张折叠的整整齐齐的信纸。信纸已经泛黄，上面的字迹是我再熟悉不过的。我爸那手又丑又用力的蹑讲的字：小峰，我的儿。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我大概已经不在了。别怕，椅子里的东西不是什么怪物，那是爸给你留的命。我的眼泪在那一刻唰的一下就流了出来。我继续往下看，我们陈家祖上有肺病的毛病，传男不传女，你爷爷就是这么没的。我本以为你常年在城里吃得好，也许能躲过，但你上次回来，我听你咳嗽的声音，就知道该来的还是来了。我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，只会编竹子，但我年轻时跟你堂哥在山里挖到过一本残缺的古书，叫《竹药经》。你堂哥不识字，只当是废纸，我却看进去了。书上说有一种乌金竹，生于极阴之地，10年长1寸，坚硬如铁，自带寒性，能清肺火。更有一种菌，名为竹黄菌，只寄生于乌金竹的竹节之内，以竹心为食。它长成的样子就和人的肺一样，它能补肺，以形补形，以竹补肺。我的呼吸停滞了。我花了20年才在后山那个没人敢去的背阴谷里找到了3株乌金竹，我把它们砍了，做了这把椅子。我不是木匠，我只会竹编。为了做这把椅子，我把手都磨烂了。这竹子太硬，我用了你爷爷留下的所有钢刀。椅子做好了，但竹黄菌呢？书上说菌种难寻，我没办法，想了个笨办法。我把自己的血混着草药灌进了竹节里。我也有肺病，我赌我的血能养出专门治这病的菌。我成功了，那菌丝真的长出来了，它们就在扶手里。我每天坐着，用我的体温，用我呼出的病气养着它们。我是在养你的救命药。我死后，菌丝没了，我的供养会慢慢干枯，但药性会全部锁在里面。我算好了时间，大概2年，等你病发，它们也熟了。扶手里的竹炭是我用乌金竹的边角料烧的，能吸附潮气和杂质，保证菌丝不坏。那个小包，你的药粉是菌丝成熟后我刮下来的一部分，混了18味草药，是引子。你用热水冲服，能先吊住你的气，而这把椅子就是你的药。乌金竹的寒性，竹黄菌的药性会通过你的皮肤慢慢渗进你的身体，你只要坐着，它就是在治病。那咳嗽声是菌丝彻底干透收缩断裂时气流穿过发出的声音，那是在提醒你药熟了，该收了。我瘫坐在地上，手里的信纸被我攥得发白，我哭得像个傻子。我错得有多离谱？我以为的羞辱是他的苦心，我以为的可笑遗嘱是他用命给我换来的唯一的生路。信的最后还有一段话：小峰爸对不住你，爸这辈子没给过你好脸色。我不是不想，是我不敢。你堂哥那个人你清楚，他一直惦记着那本竹药经。我如果表现得太在乎你，他就会猜到我把最重要的东西留给了你，他会来抢。我只能对他好，把钱
把房子这些他看中的东西都给他。我得让他以为我恨你，我烦你，我什么都不想给你。我得让他以为我把所有的宝贝都给了他。我把房子给他，是想让他拿了好处就别再来烦你。我把存款给他，是想让他闭嘴。而我留给你一把破椅子，就是要做给所有人看，尤其是做给你堂哥看。你看我陈大山连亲儿子都不要了，在他心里你就值一把破椅子，只有这样你才能保住这把椅子，你才能活命。竹要经的原版我藏在老宅的灶台第3块砖石后面。你堂哥不识字，他就算翻出来也只会拿去引火。别回城里了，城里的空气养不好你的肺。你如果还认我这个爸，就守着这门手艺，守着这片竹林。爸不是一个好父亲，但我想让你好好活着。我的眼泪滴在信纸上，晕开了一片墨迹。我爸，我那个沉默寡言，一辈子没对我说过一句软话的父亲，他竟然为我算计到了这个地步。他用他最后的生命给我演了一出戏，一出让所有人都以为他老糊涂了，六亲不认的戏。他骗过了所有人，包括我。我当场傻眼。我傻的不是那椅子里的秘密，而是我爸那颗我从未看懂过的深沉如山的父亲的心。我回到老屋，堂哥已经把老宅折腾得不像样子。他见我回来，还想冷嘲热讽，问我是不是在城里混不下去了。我没理他，径直走到厨房，撬开了灶台的第3块砖。那本用竹片做封面的《竹要经》静静地躺在那里。我把它揣进怀里。你，堂哥看我的眼神像是见了鬼。你都知道了，房子归你，存款归我。我看着他平静地说，但从今往后别再来打扰我，否则我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。我的眼神可能是我爸上身了。堂哥吓得后退了2步，没敢再吭声。我回到了城里，办了离职。我没有理会老板的挽留和同事的诧异。我带着我所有的家当和我那把被锯开了一个扶手的遗产，回到了小镇。我把那把椅子重新修好了，我用的是我爸留下的乌金竹边角料。我的手艺很差，修补的痕迹很丑，但我不在乎。我按照《竹要经》上的记载，把另一个扶手里的竹黄菌丝小心翼翼地取了出来，制成了药。我的咳嗽真的在一天天好转。我开始学习《竹要经》，那上面记载的根本不是什么竹编技巧，而是一种早已失传的用竹和菌来调理人体的古老法门。我在老屋的院子里重新点燃了我爸的那个竹炉。我开始尝试着去养那些菌丝，去制作第2把竹椅。镇上的人都说我疯了，放着城里的好日子不过，回来当个没出息的面泥匠，比我爸还不如。我没有反驳，他们不懂。我爸留给我的不是一把椅子，他留给我一个声音，一个在我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会咳一声回应我的声音。那是父亲的爱，